你有没有发现，人生很多真正重要的改变都不是突然发生的，不是某一天你突然成功，不是某一刻你突然被看见，也不是某一次努力就立刻翻身。真正能改变命运的东西，往往是一点一滴累积出来的。你每天多做一点，每次多忍一点，每个阶段多学一点，表面上好像没有什么变化，可是时间一拉长，你就会发现，原来命运已经慢慢把你推到一个更高的位置。这就是《易经》第46卦地风生要告诉我们的人生智慧。生卦，上卦是坤地，下卦是巽风。风在地中，木在土里，一开始看不见，但它一直在生长。种子埋在地下，不会第一天就长成大树，可是只要方向正确，土壤适合，时间到了，它就会往上升。所以生卦谈的不是一夜暴富，不是一步登天，也不是靠运气突然翻身。生卦谈的是循序渐进，是累积实力，是找到对的位置，是愿意从低处开始，一步一步往上走。很多人在人生低谷时，最容易犯的一个错就是急，急着证明自己，急着看到成果，急着要求别人认可，急着想要跳过过程，直接到达结果。可是生卦告诉你，真正的上升不是用冲的，而是用长的。冲是外力，长是生命力。你可以靠一时冲动做出很多事情，但你不可能靠一时冲动建立真正稳定的人生。真正的成长是像树木一样，先向下扎根，再向上伸展。根越深，生得越稳，基础越厚，位置越高。生卦的卦辞说：元亨，用见大人，勿恤，难征吉。这句话非常关键。元亨代表这件事本身是通达的，是有发展空间的，是可以慢慢往上走的。但后面马上说用见大人，也就是说，想要真正上升，不能只是靠自己蒙着头做，你需要遇见贵人，接近有智慧、有经验、有格局的人，向更高层次的人学习。很多人想改变人生，却一直待在原本的圈子里，想提升收入，却只跟抱怨收入的人在一起，想提升格局，却每天听的都是负面情绪，想让事业变好，却不愿意向真正有成果的人请教。生卦提醒你，当你想往上走的时候，你一定要靠近能让你往上走的人。这里的大人不一定是有权有势的人，也不一定是年纪比你大的人，而是能够看得比你远，站得比你高，心量比你大，经验比你深的人。人生很多时候差的不是努力，而是方向。你很努力，但如果方向错了，越努力越累。你很勤奋，但如果方法错了，越做越卡。你很想翻身，但如果身边的人都只会把你拉回原点，你就很难真正升起来。所以生卦第一个建议就是，想提升自己，先调整你靠近的人，去靠近有正能量的人，靠近愿意成长的人，靠近能给你指点的人，靠近能让你看到更大世界的人。不要害怕请教，不要害怕自己现在不够好，也不要害怕承认自己还在学习。卦辞又说勿恤，意思是不要忧虑，不要害怕，不要因为现在还没有结果就怀疑自己。升的过程一定慢，因为升不是跳，升不是飞，升是一步一步往上涨。你今天看不到成果，不代表你没有成长。你现在还不被看见，不代表你没有价值。你暂时还在低处，不代表你永远不能上来。很多人的问题是，才刚开始努力就想看到掌声，才刚开始累积就想得到回报，才刚开始修正就想人生立刻翻盘。可是天地运行从来不是这样，种子也不是这样长大的。种子在土里最安静的那段时间，正是它最重要的准备期。你现在的沉默，也许是在扎根；你现在的辛苦，也许是在培养承受更高位置的能力。你现在的等待，也许不是停滞，而是命运还在替你铺路。南征吉，南方在古代象征光明、文明、明确的方向，这代表你要有目标，要朝向光明之处前进，不要只是盲目努力，而是要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升。
升卦不是叫你乱冲，而是叫你有方向的累积。如果你现在正在工作上卡住，升卦给你的建议是，不要只想换环境，也要想自己有没有真正提升能力。你现在的位置不高，也许不是因为你没有机会，而是因为你还没有准备好承担更高的位置。如果你想升职，你要先问自己，你的能力有没有超过现在的位置？你的责任感有没有超过现在的职称？你的格局有没有超过现在的待遇？很多人只想要更高的薪水，却不愿意承担更大的责任；只想得到主管的认可，却不愿意把事情做得更稳；只想被提拔，却不愿意让自己成为值得被提拔的人。升卦告诉你，真正的上升是先让自己的内在高度超过外在位置。当你的能力已经超过目前的位置，你自然会被推到下一个位置。如果你现在在感情里遇到问题，升卦也提醒你，感情不是一下子就能稳定的，两个人的关系也需要慢慢培养，慢慢理解，慢慢建立信任。有些人一开始很热烈，但没有根；有些关系一开始很平淡，但慢慢累积之后反而能长久。升卦提醒你，不要用短时间的激情判断一段关系的未来。真正好的感情是两个人愿意一起变好，一起成长，一起往更成熟的方向走。如果一段关系让你越来越消耗，越来越卑微，越来越失去自己，那它不叫升，它叫下坠。但如果一段关系让你愿意成为更好的人，让你更稳定，更清醒，更有方向，那这段关系就有升的力量。大象传说，地中生木，生，君子以顺德，积小以高大。这一句就是升卦的灵魂。地中生木，木从地里长出来，不是强行突破，而是顺着生命的节奏慢慢向上。君子看到这个象，就明白做人做事要顺着德行去累积，从小地方开始，最后才能成就高大之事。积小以高大，这5个字非常重要。人生不是靠一次大爆发成功的，而是靠无数个小选择累积出来的。你今天愿意早一点起床，这是小事；你今天愿意多学一点，这是小事；你今天忍住不说伤人的话，这是小事；你今天把该做的事情做好，这是小事；你今天没有放弃自己，这也是小事。可是这些小事累积久了，就会变成你的格局、你的能力、你的信用、你的命运。很多人只看重大机会，却忽略小习惯。可是大机会来临的时候，真正能不能抓住，靠的正是平常那些小习惯。你平常有没有守信用？你平常有没有稳定输出？你平常有没有累积专业？你平常有没有做人留下好口碑？你平常有没有把每件小事做好？升卦说，想做高大的事，就不能轻视微小的累积。第一爻说，允升大吉，这是升卦一开始的状态，代表你刚开始往上走，而且这个方向是被允许的，是顺序的，是有希望的。这一爻对应到人生，就是当你刚开始有一个想法，想要学一个新技能，想要换一个方向，想要开始经营事业，想要改善关系，想要调整生活时，你不一定马上看到结果，但你会感觉这件事是对的。这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是相信这个起点。很多人一开始做一件事，还没有遇到真正的困难，就先被自己的怀疑打败了。别人一句话你就退缩，成果慢一点你就放弃，刚开始不熟练你就觉得自己不适合。可是第一爻说允升大吉，意思是只要方向正确，就值得开始。你不需要一开始就很厉害，你只需要一开始就愿意走。你不需要一开始就被所有人认可，你只需要先确定这件事能不能让你变得更好。如果你现在刚开始做一件新事，升卦给你的建议是，不要急着看成果，先建立节奏，每天做一点，每周进步一点，先让自己进入成长的轨道。起点不怕低，怕的是你没有持续上升。第二爻说，夫乃利用乐，无咎。乐是一种简单的祭祀，不是很盛大的仪式。这一爻的意思是，只要内心有诚信，就算形式简单也没有过错。这对人生非常实用。
很多人以为要往上走就一定要包装得很华丽，讲话要很漂亮，场面要很大，外表要很厉害。可是升卦第2爻告诉你，真正能让人信任你的，不是外表多盛大，而是内在是否真诚。在工作上，你不一定要一开始就拥有最漂亮的履历，但你要让人感觉你可靠。你不一定要说的天花乱坠，但你要做到你承诺的事。在感情里，你不一定要给对方多么奢华的浪漫，但你要有真心。你不一定要讲很多甜言蜜语，但你要让对方感受到你的稳定与诚意。在人际关系中，你不一定要讨好所有人，但你要真实，不欺骗，不虚伪。这也要提醒你，升的过程不能只靠技巧，更要靠信用。没有信用的上升是危险的，因为你升得越高，别人对你的检验越严格。如果你是靠假象爬上去，总有一天会摔下来。但如果你是靠诚信慢慢累积，即使一开始看起来不起眼，最后反而能站得稳。第3爻说，生虚意，虚意就是空的诚意。这一爻表示你往上走的路好像进入一个空城，暂时没有阻碍，也没有太多人挡你。这听起来很好，但也有提醒。当你发现一件事突然变得很顺，竞争变少，阻力变小，机会出现，你不能因此得意忘形，因为空城代表的是机会，也代表还没有真正被考验。很多人一开始顺利就以为自己已经成功了，刚赚到一点钱就开始膨胀，刚被人称赞就开始看不起别人，刚有一点成果就忘记自己是怎么走过来的。升卦第3爻提醒你，顺利的时候更要谦虚，因为真正的高手不是在逆境中才小心，而是在顺境中也不放纵。如果你现在工作开始顺起来，客户开始增加，收入开始提升，人脉开始打开，请你记得，这只是升的中途，不是终点。你要趁顺势的时候继续累积，不要因为短暂顺利就停下来享受。如果你在感情中觉得关系变好了，也不要以为从此就不用经营。越是顺利，越要珍惜；越是少阻碍，越要把根基打稳。第4爻说，王用亨于其山，吉，无咎。这一爻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意象，就是上升到一个阶段之后，要懂得敬天、敬人、敬自己的使命。岐山是周族兴起的重要象征，代表一个人不只是为了自己上升，而是要找到更大的定位。这一爻对应人生，就是当你开始有了一点位置，有了一点资源，有了一点影响力，你要思考的不只是我能得到什么，而是我能承担什么。很多人没有成功时，觉得自己很谦虚，一旦成功，就开始把功劳都归给自己，把别人都看低，把规则都不放在眼里。这样的人，即使一时升上去了，也很难长久。升卦第4爻提醒你，位置越高，越要有敬畏心。你要敬畏规律，敬畏因果，敬畏团队，敬畏那些帮助过你的人，也敬畏自己手上的责任。如果你现在是主管，是老师，是老板，是家中的支柱，或是在某个领域开始被人看见，这也要提醒你，不要只把上升当成个人成就，而要把它当成责任的增加。真正的升不只是自己站得更高，而是你站高之后，能不能让更多人因你受益。第5爻说，贞吉，升阶，这是升卦非常好的位置。升阶就是一步一步登上阶梯，这代表只要守正就能吉祥，而且能稳定提升。这一爻最重要的关键是贞，贞就是正，就是守住原则，就是不偏离正道。人生往上走的时候，最怕的不是没有机会，而是有了机会之后开始走偏。为了快一点成功就想投机，为了多一点利益就放弃底线，为了得到掌声就开始迎合所有人，为了爬得更高就踩着别人往上。这些都不是升卦的升，而是危险的升。真正的升阶是一步一步来，每一步都踩稳，每一阶都站正。你不用羡慕别人突然爆红，也不用嫉妒别人快速成功，因为来得太快的东西，如果没有根基，也可能去得很快。如果你现在正在努力累积事业，这一爻告诉你，请走正路。
不要为了短期利益破坏长期信用，不要为了快速成交牺牲品质，不要为了眼前好看做出日后会后悔的事。如果你现在正在学习某件事，请不要急着变现，不要急着自称专家，先把基本功练好，先把阶梯走稳。升阶不是跳阶，跳阶看起来快，但容易摔；升阶看起来慢，但能长久。第六爻说，名声立于不息之争。名声就是在昏暗中仍然上升，也可以理解为上升到了最后容易看不清方向。这一爻有提醒，也有劝告。当一个人升到某个高度之后，最危险的不是外面的敌人，而是内心的迷失。你可能已经习惯被称赞，习惯被需要，习惯掌握权力，习惯自己说了算。这时候如果没有清醒的心，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走入黑暗。所以这一爻说，立于不息之争，意思是即使到了最后，仍然要持续守正，持续修身，持续不停止地维持正道。人生不是升上去就结束了。有些人年轻时很努力，中年后有成就，就开始放纵自己。有些人创业初期很谦卑，公司起来后就开始傲慢。有些人一开始很真诚，成名之后就开始只在乎名声。有些人一开始是为了理想，后来却被利益带走。第六爻提醒我们，上升到最后更要问自己，我还记得当初为什么出发吗？如果你已经有一些成绩，请不要停止学习。如果你已经站在某个位置，请不要停止反省。如果你已经被很多人肯定，请不要忘记保持谦卑。真正能长久上升的人，不是永远不犯错的人，而是永远愿意修正自己的人。地风生这一卦最核心的主题就是，人生真正的高度来自长期累积，而不是短暂爆发。它告诉我们，低处不可怕，慢也不可怕，暂时不被看见也不可怕。真正可怕的是，你没有方向，没有根基，没有诚信，没有持续。升卦不是叫你相信奇迹，而是叫你相信累积。当你现在还在低处，请不要看不起自己。树木一开始也在土里，没有人看见它的根，但根正在决定它未来能长多高。当你现在正在努力，却还没有回报，请不要太早放弃。很多成果不是没有来，而是还在路上。当你现在遇到贵人，请懂得谦虚请教，不要因为面子错过提升自己的机会。当你现在开始顺利，请保持清醒。顺境不是让你放纵，而是让你加速累积。当你现在已经站得比较高，请记得承担责任。位置越高，越要守住德行。当你走到某个成就阶段，请不要忘记初心。真正的上升是一生都不停止修正自己。所以地风生给我们的建议很清楚，想改变人生，先不要问什么时候成功，而要问今天能不能比昨天更好一点。想让事业上升，先不要只盯着职位与收入，而要累积能力、信用、人脉与格局。想让感情上升，先不要只追求浪漫与激情，而要建立信任、理解、稳定与共同成长。想让人生上升，先不要幻想一步登天，而要愿意一步一步走好。只要你每天都在正确的方向上前进一点点，你的人生就没有真的停在原地。因为升卦最深的智慧就是，小小的累积最后会变成巨大的改变。你现在所做的每一件小事，也许别人看不到，但命运看得到。你现在忍耐的每一段过程，也许别人不理解，但时间会替你证明。你现在建立的每一份能力，每一份信用，每一分德行，未来都会成为把你拖上去的力量。所以不要怕慢，不要怕苦，不要怕一开始很低。真正的大树都是从土里慢慢升起来的。如果你现在的人生正处在一个想要往上走，却还看不到明显成果的阶段，地风生就是在提醒你，不要急着怀疑自己，先稳住方向，持续累积，靠近贵人，守住诚信，一步一步走上去。你可能不是没有机会，你只是还在扎根；你可能不是没有进步，你只是还没到被看见的时间；
你可能不是走得太慢，而是命运正在让你长得更稳。看完地风生这一卦，你可以想一想，现在的你最需要上升的是哪一个部分？是事业？是收入？是感情？是心态？是格局？还是你对自己的信心？也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，你现在正在哪一个人生阶段努力往上走？你觉得自己是在刚开始扎根，正在慢慢升起，还是已经到了需要守住初心与原则的阶段？也许你的留言正好也会鼓励到另一个正在低处努力的人。